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继续带大家过情关，剧中有几大未解之谜：端妃的病、甄嬛的孩子以及皇后的情商。在胖妮往期的影片下，有小主留言评论道，宜修的智商在全剧中是数一数二的。确实，皇后的情商是很高的，具体举例有3。第一，一句话就降了甄嬛的位分。甄嬛入宫之前，皇上曾想封她为贵人，皇后听闻之后笑着说，好呀，那就贵人。除了满军旗的富察氏是贵人，蒙军旗的博尔济吉特氏是贵人，汉军旗秀女中正好也有2个贵人了。一届秀女8个人，满蒙军旗各1个贵人，而汉军旗2个贵人，这样安排显然是不合理的，不仅会打乱后宫的平衡，还容易引发前朝大臣们对皇上重汉轻满蒙的非议。所以皇上愣了一下问，还有一个是？皇后趁机说，沈贵人，沈自山的女儿，沈自山的官位可比真远道要高。虽然皇上重视汉军旗，但满蒙联姻是旧俗，汉军旗2个贵人，这样做会不会太显眼了？皇后这一番说辞虽然博了圣意，却句句都在理上。皇上不停地点头表示赞同，并主动让步，将甄嬛降为常在，转而给了一个封号。皇后之所以不想给甄嬛太高的位分，除了摆在明面上讲的那些大道理之外，当然也有私心。纯元当年轻而易举夺了嫡福晋的位分，成为王府中受专宠的女人，这些都让皇后心有余悸。甄嬛长相酷似纯元，如果再给她一个相对高的起点，到了后期恐怕会威胁后位。但皇后的私心是不敢拿到明面上来讲的，劝皇上的那一番说辞，她句句为皇上着想，为前朝后宫的大局着想，4两拨千斤，轻而易举达到了目的。这样的皇后，你能说她情商不高吗？第二，一碗鸭子汤的事儿，气得皇上拂袖而去。同样是皇上和皇后独处，景仁宫里，皇上连喝了3碗皇后亲手做的鸭子汤，一面夸汤炖得入味，一面想要让简秋再盛1碗。这时皇后拦住了简秋，将老祖宗10不过3的规矩搬出来，对皇上展开一番说教，还借机规劝皇上不偏爱，懂节制，对待饮食和人都要如此，气得皇上拂袖而去。皇上生气很好理解，人家就想好好吃顿饭，皇后叨叨个没完没了，借用他儿子扎龙的话说，朕就不能松快松快吗？而此处皇后因为1碗鸭子汤惹得皇上不高兴，这到底算不算不会聊天，情商低呢？表面看来的确如此，但仔细想想，皇后这样做有她的不得已，也有她的理由。皇后的不得已正是因为她的后位。在后宫，皇后和妃嫔的功能和职责是不同的。妃嫔只要讨皇上欢心，繁衍子嗣就可以了，但皇后有规劝皇上，平衡后宫的责任。就像《如懿传》中的如懿，在没登上后位之前，与皇上关系十分和谐，成为皇后之后，2人之间反而生分了。如懿到永寿宫阻止皇上喝鹿血酒的时候，也有很多人说如懿情商低，包括胖妮自己也曾这样认为，何必那么咄咄逼人呢？直到看了原著之后，胖妮才明白，在此之前，太后已经多次因为如懿没能规劝皇上，指责她无能了。而《甄嬛传》中，皇上多年来一直独宠华妃，太后免不了对皇后多有敲打。今天皇后纵了皇上多喝1碗鸭子汤，没有尽到规劝皇上的责任，明天这些就会传到太后的耳朵里，使太后对皇后更加不满。皇后已然年老色衰，又没有子嗣傍身，再也无法得到皇上的宠爱，如果再失了太后这个靠山，恐怕前路会更加艰难。因此她明知道这番话说出来会惹皇上不痛快，也要说，这是身为皇后的无奈，也是身为皇后的职责。第三，皇上真的生皇后的气了吗？除了顾及到太后之外，鸭子汤事件的发生也是因为皇后要立一个贤德的人设。皇后这个人是很会立人设的。甄嬛被发落到蓬莱州的时候，皇后嘱咐安陵容到皇上那里请求陪伴甄嬛。当时她就说过，甄嬛越是聪明，你越是要显得笨笨的才好。而在甄嬛等新一批秀女入宫之前，皇后最大的对手是华妃。华妃是出了名的娇艳、跋扈和任性，她越是肆意洒脱，不拘一格，皇后越是要上纲上线，中规中矩。
只有这样，两者之间才能达到一种平衡。不仅是太后，连皇上也需要这样一种平衡。那么，鸭子汤事件中，皇上是真的生了皇后的气了吗？可能当时有一点吧，就像孩子吃冰淇淋吃得正嗨呢，妈妈突然说不能吃了，今天吃太多了，一会该肚子疼了。孩子听完唧唧歪歪干嚎2声，或者就地打个滚表达不满，也是很常见的。过后冷静下来一想，皇后说的没错啊，妈妈说的也没错啊。这种时常在身边规劝着监督着自己的角色是最不可缺少的。后面皇上对甄嬛说，如果她只是个普通人，就只要皇后一个贤妻，华妃和甄嬛2个美妾就好。由此可见，皇后虽然看起来不讨皇上喜欢，但她在皇上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，甚至超过了皇上给予圣宠的华妃和甄嬛。而鸭子汤事件中，我们与其说皇后情商低，不会说话，倒不如说皇后对自己的地位和皇上的需求太过了解。这一句话藏着皇后最深的心计，这一碗汤中也藏着皇后的求生之道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胖妮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